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楼平，你妈妈呢？这边。估计没看到消息。她现在从早到晚忙工作，还把网络上线地点都固定在了公司。虽然商部业务往来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但据我所知，要在完全具备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成为虚拟宇宙公司的子公司极其罕见。听海公司不仅在星际房产与连锁餐厅领域大有突破，金融投资部更是成绩斐然。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足以争取经营自主权。即便你的丈夫是虚拟宇宙公司的核心成员，你也不会因此得到优待。要想成为我们的子公司，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陆枫，许昕，我回来了。陆枫，真的是你！你知道你多久没回来了吗？30年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会常回来的，你工作也别那么辛苦了。我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许昕，银河领主罗峰，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按规定，闯过第3层就能去听九羽一脉开宗立派的强者讲课，而想拜入谁门下，第一次就必须到他那听课，以示尊敬。炎龙王都发邮件暗示你了，这可是板上钉钉的大好机会。但先前指点我突破的是真眼王，他不过是匿名提点了你。据说真眼王自弟子炼落陨落后，1亿年来都没再收徒，且向来我行我素。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上一个想拜师的是有着人类巅峰血统的满卡星人，玉主急就闯过第9层通天桥，结果还是被轰出去。上个是荒神族的界主。卢枫，你要不再考虑一下？他就是真眼王。其中
今天要讲的是九羽混沌杯的基础。第一幅图的根本法则运转，应是如此。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似乎更清晰了。刚来混沌城时，我只是个连通天桥第一层都闯不过的新人。多亏真眼王，才让我在参悟初时就走上正确的道路。或许对他而言只是随意之点，可对我而言，怕是影响到将来亿万年。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拜师吧？没可能。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真拜师了！真拜师了！真拜了！哎呦！弟子罗峰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怎么可能？他在想什么呀？我不收徒已经1万纪元了。是该收个徒弟了，罗峰。哈哈哈哈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真眼王的弟子。大新闻！真眼王收徒了。炎龙这回可是输给我了。你如今的通天桥成绩，已与同届天才战第1名的博兰打平。日后你有信心超越他吗？有。哈哈哈哈哈！我扫描了好几遍，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左右。一个人的笔记不会轻易变化。我明白了，笔画的微妙变化是在体现他对混沌杯感悟的加深。从他最后的刻录文字与图画两相对照可见，画中每颗雨滴所蕴含的意境，都被炼落通过笔画表达出来了。如果说九羽混沌杯是在阐述本源法则，那么文字刻录就是在解释如何应用。他并非轻狂自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指引后人。我要抓紧时间领悟。连续闯过2层通天桥的波澜，依旧终日苦修。荣勋又得到宇宙国主的垂青，后来居上。而我，虽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作为参考，但没有飘雪正文的帮助，终究进度缓慢。要闯过通天桥第1层，我必须另想其他办法。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
炼洛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洛同为天才战第一，他对当年炼洛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混沌兽，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祭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等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峰，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乌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若风，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龙风，龙风！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对，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坚硬身躯，此天使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
有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更进一步的博蓝，仅有荣军和加莱西闯过第1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1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兵第3重，天剑式。施展的灵活，但我能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1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1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加莱西想和你比，谁能更快通过第2层？帮我回绝他，比试反而会打乱我的节奏。除了正文，还有一段附赠留言，应该是系统甄别到你购买飘血之后自动发送的。飘血秘法开创者炼洛，是我真眼子授课以来天赋最为出类拔萃的弟子。自他陨落于魔山后，我便将炼洛开创的飘血秘法尽数整理完成，共计110册。炼洛深蕴，我指望他的毕生心血能流传于后世。你愿依照建议购买飘血，我深感欣慰。望你今后勤加修炼，让秘法传承不断。
留言对你依照建议购买飘雪的行为表示欣慰。看来当初匿名邮件的发送者就是真眼王。亲自为炼罗前辈整理秘法，又在之后热心提点新人，只为将弟子的秘法流传下来。这是师徒二人的共同心血，我一定不能辜负。在飘雪的帮助下，我对第一幅图的理解更深了一层。看似复杂的电脑编码，究其本质，也就是二进制代码。同理，宇宙本源法则在飘雪的剖析下，分解出了108种玄妙。它就像是108进制代码，是构成本源法则的根本。我与分身同时参悟，提升会加快，但总体进度仍旧缓慢。歇歇吧，要无头胎至少要千百年。重组母巢不知何时会苏醒，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参悟。